像是我们在 Shorts 里面，我的语速会直接加快，我会把语句跟语句之间的空白全部切掉，然后我会把字幕上得很大，我要求我们的剪辑每一句话你就要换画面，然后这件事情也影响到了很多的大型创作者，像是台湾的一些知名的创作者，的确你去看他5年前的影片跟现在影片，你会发现节奏变超级快。你去看 MrBeast， 他以前跟现在的东西也差超级多。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那今天又回到没有名字的系列，到底要多久？好，我会用轻松聊聊的方式呢，讨论网红圈啊、YouTube 或者是网络上面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讨论的就是短影音，因为大家应该都有发现，就是最近几年，就是脸书啊、IG 还有 YouTube， 它全部都在做短影音。那感觉短影音好像变成某种主流了。就连前阵子有看到新闻，坎城影展好像已经连续2年都跟 TikTok 合作，那代表短影音已经是一个在社群行销上面比较难忽略的一个行销通路了。那这里就要想说来问问看志祺，就是你对短影音的一些想法。那我们今天呢就会来讨论，就这波短影音的风潮是怎么开始的，对于观众啊，对于创作者的影响是好是坏，还有我们自己做短影音的心得又是如何。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你能够想象有一天台湾被其他政权占领之后，统治者以脸部辨识的技术监控台湾人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吗？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这种让人不寒而栗的状况很可能正在以色列控制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区实际上演当中。长年以来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区的人民实施种族隔离制度。国际特赦组织指出以色列正在透过脸部辨识大规模的监控巴勒斯坦人，不只限制他们的行动，还没收他们的财产，甚至审讯逮捕巴勒斯坦民众。而除了以色列之外，很多国家也正在用脸部辨识监控特定的族群。现在国际特赦组织极力的呼吁国际力量必须要介入制止。如果你也在乎人权议题，认为各国政府不该滥用脸部辨识，现在就点击资讯连结，一起来了解相关的联署活动吧。那延续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的问题，就到底为什么现在所有的社群平台都在做短影音？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短影音这件事情的风潮跟抖音啊或 TikTok 的崛起是有关的。那 TikTok 他们在2017年的时候上线，然后他们连续5年就夺下了这个下载量的冠军。真的哦？对，他们有将近20亿的用户，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多，有可能已经更多了。像 TikTok 呢，他们是靠着这个短影音去抢食广告的市场。2021年他们的年营收应该是50亿美元左右，然后2022年呢就已经100亿美元。哦，就直接翻倍成长。对，就直接翻倍，这其实是很夸张，翻倍很夸张。那媒体猜测他们可能在2024年可能会追上 YouTube， 或者2027年会追上 Meta。你可以想象，就是当有人做出这个预测，不管他准不准，可能就代表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为什么 YouTube、为什么 Meta 他们都需要去竞争，因为太多注意力的时间被剥夺走了。那广告本身就是一个靠着注意力来维系的一个市场。所以他必须要去进。那我会有点好奇，就是我之前在看一些相关报道的时候，就一直会提到抖音跟 Gen Z 这两个的关系。那可能观众朋友大家不知道什么是 Gen Z， 所以我先简单的定义一下。一般来说，Z 世代或者 Gen Z， 他在讲1990年代的后期，然后到这个2010年诞生的这个小孩，就是所谓的数位原住民。所以我1994的话算是你就是在这个边界，你是迁徙跟数位的边界。那这边就会讨论到的事情是为何Gen Z 他们会选择 TikTok， 有一些讨论是蛮有趣的，像是脸书或者 IG， 其实就一直被上一代霸占。就是你可以想象就当我们自己发现说，爸爸妈妈开始入侵脸书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逃到哪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一开始不能逃，所以后来呢，我们才发现有 IG 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逃到 IG 上面，或者是 Line 上面有爸爸妈妈之后，大家开始逃离。那等到IG 啊 Facebook 都被大家占，而且都是 Meta 集团的嘛，那都被占了之后，大家在想说下一个的社群平台可能到哪边？后来TikTok 可能就是一种。用小红书可能也算对，而且它其实也是针对青少年的行为，像里面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之前有在聊这个跟风行为的时候，就讲到挑战这种相对于我们一般大人会觉得它就是一个从众啊什么的，其实对于青少年建立自我还有社群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透过这件事情去吸引了大量的青少年族群到了 TikTok 上面。那像是研究显示，美国的这个青少年啊还有儿童，他每天可能花1个半小时在 TikTok 上面，你就想象好多很多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清醒的时间都在 TikTok 上面，而且零碎的时间也都在 TikTok 上面，所以这些人就会很在意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 Gen Z 他们代表的是什么样？是一个很庞大的商机吗？可以这样是，我觉得你这个算敏锐的，就是为什么品牌或为什么这些商业公司想要去
抢这些人嘛，就代表他们一定有一点点搞头，就一定有钱赚。那他们现在当然你说青少年他的手上的现金是比较少的，可是其实有一些数据显示，就他们可能会成为一些消费的主力。有一个报告我之前看过，他是说2030年全球的这个 Z 世代的消费力可能呢会成长个4倍，然后占全球1/4的消费力。1/4超爆多就是自己会占据1/4，这真的超扯的。品牌就会进来，然后在他们身上想办法下广告，或者是加码去投资短影音，希望在未来到来之前，这边先有点打好的底，跟先准备好。就有点像是，就是我下注这群年轻人长大之后会把钱花在我身上。那其实我刚刚在听你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点蛮有趣，就是美国的小孩他们可能每天花90分钟在短音上面，但其实我想一想，其实我好像有花差不多时间吧。对，就是有时候晚上可能12点，然后我想说睡前我看一下 IG 的 Reels， 好了，就看一支。看第二，你就看第二，对，它的节奏很快。对，滑完之后发现怎么2点了？那我就有点好奇，说到底是短影音是有什么样的魔力，它可以让用户的粘着度这么高？我觉得，因为我也不是什么短影的专家，只能说我们从一个长影片，然后开始练习做短影之后，有观察到一些现象。那我觉得要讲这件事情，就要先讲到，就是现在大部分短影都是模仿 TikTok 的成功模式来做的啦。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说，你会一直想要一直看，这个关键可能跟演算法比较有关。就是过去一个社群平台，它是以人为核心在推荐内容的，所以你在 Facebook 上面你会看到的事情是张志祺刚刚按赞了什么东西，谁也在这边留言回应。他是用人，因为我认识的人或是我追踪的人，没错，因为这件事情是Facebook 一开始起源，它是一个 dating app 嘛，它就是拿来约会，跟你说啊，你只要知道别人刚刚做了什么，你到时候见面比较有话聊，你就可以讲一些事情。那到了 IG 其实就已经开始有一点点是以兴趣为主的推播，不过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大众逐渐消失，从大众变成分众内容。所以当这个东西发生了之后，就会有一个事情跑出来，就是你要以内容为优先去推荐。因为我们在 YouTube 平台上面，过去 YouTube 的发烧榜很重要，对吧？现在没有人在看，现在没有人在看发烧，是啊，他现在把发烧甚至藏到很里面。这个原因是因为 YouTube 官方他们也有发现说，其实大家透过他们的首页的推荐系统，就已经可以找到各自的东西了。那现在你说什么东西在按整体的 trending？没有那么的重要，就我根本不需要知道其他人在看什么，对，然后 YouTube 只要知道说我喜欢看什么就好，没错，他只要推这个东西给我就好，对，所以他就是给你，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从我们的订阅优先变成内容优先的演算法。那作为一个平台，他都是希望使用者花越多时间在他身上越好，因为花了越多时间，他就越有机会可以置入广告、推播东西给你，那是他们的核心的商业模式。也因为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他们的用户的粘着度就非常非常的大。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大家真的还蛮喜欢看短影音的嘛。可是其实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就是有人在质疑说，一直看短影音会变笨，会觉得说这种很碎片化的资讯其实对人类没什么好处。那志祺你自己觉得说，你觉得短影音的风潮对观众有什么样的影响吗？从我的角度来听，有点武断。就是我相信目前可能还没有太完整的研究去评断短影音的好坏，这还需要一阵子的时间。但我确实是有看到一些老师啊，或者是医生，他们觉得短影音的这种碎片化的资讯，对于学童来说，可能影响是比较大的，就上课比较容易分心。对，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有影响，因为我是比较想要从创作者的角度去谈。就是我们自己在为了要符合这样子的演算法，或者是跟其他的节奏很快的影片竞争，我们确实做了很多跟长影片不一样的事情。像是我们在 Shorts 里面，我的语速会直接加快，我会把语句跟语句之间的空白全部切掉，然后我会把字幕上得很大，我要求我们的剪辑每一句话你就要换画面。然后这件事情也影响到了很多的大型创作者，像是台湾的一些知名的创作者，的确你去看他5年前的影片跟现在影片，你会发现节奏变超级快。你去看 MrBeast， 他以前跟现在的东西也差超级多。就是这件事情确实让大家要把东西变得更加的集中。而且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我会加速嘛，对，所以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是我看动画行为模式变了。怎么说？以前呢，我就是都会1倍速看，我没有怎么在加速的。我虽然会觉得它很慢，但是我就不会加速。但是现在我是开加速 1.25、1.5是常态。我有一天跟我的几个仔仔朋友我们在聊天，我又跟他推荐那个《天国大魔镜》，就我很喜欢的动画。我说这部真的超好看，大家一定要去看他的动画，然后开1倍速看。然后他说1倍速，哇！我最近知道看1倍速来看动画是一个尊重，代表你很 respect 他。我说对，以前是常态，因为现在我们就是直接开很快，然后就是让他跑这样子。我每次看我们自己频道上的影片，全部都2倍速。对啊，我自己其实也是。那我发现就是除了
乐听习惯上面，观众可能变得比较没耐心之外，音乐品味可能也有一些改变。就我们之前做过那抖音神曲那一集嘛。这一件事情我听过朋友转述一个台湾很重要的音乐制作人他们的表达，他就说过去要让大家去好好的聆听一个音乐，或者是接收他们想要传达的价值，一个专辑里面可能一首歌3分半到4分钟，然后塞一个10首歌好了，那这样子它可能有一个3分半乘以10，就是35分钟左右。但是他说现在可能一个专辑它只有21分钟，音乐越做越短，越做越快。然后如果为了要在 TikTok 上面爆红，然后要能够引起大量的关注跟模仿，就变得舞曲变得非常的多，而且都很短，hook 然后很重要，这样子根本就不用前奏了嘛，所以前奏越来越短。这个是有数据的，大家可以去查数据，那个前奏越来越短。我接下来想问的是，那就是回到我们最熟悉的 YouTube 产业嘛，你觉得整体来说，短影音风潮对 YouTuber 的改变是什么？我觉得剪辑风格上面节奏真的变得更破碎了，或者是更紧凑，然后再来是越来越不能够铺陈。就是你不太能够把好的东西留在后面，你必须要把好的东西直接放到最前面。怎么说？因为你中间你看一看，它就跳掉了它有太多别的选择了。然后另外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写说短影音很多时候是在承载一个情绪的价值，像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好荒谬或者是这件事情好气这件事情太疗愈了吧，或好开心或好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子可能也是一种这个的情绪，它其实是你看完一个事件之后的一个结果。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结果放到前面来，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的影片。如果大家仔细看我们现在的 shorts 的话，我们会先下结论，哇，这个东西也太怎么样了吧，然后之后再跟你讲说后面的事情发生什么事。先告诉你你应该会有什么情绪，对，先给你这个情绪价值去支撑你应该要看完后面的东西。哇，这个男人太狠了。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也会为了要玩一些演算法去创造它的 loop， 它可以循环播放。因为 shorts 的机制是你如果没有跳过的话，它就会自动的循环。我这个是跟一个国际等级的创作者叫 Alan 蔡，他跟我讲的，他说他的影片呢都会让画面是完美的 loop。对，所以大家会不自觉的说，我有看到下一个了吗？我这个影片结束了吗？然后不自觉就看了好多遍，然后因为看了好多遍，演算法就会认为说你这支影片非常的精彩，所以呢再把它推给更多人，有点像是演算法的 hacking 这样子。假如说一个素材段落是长这样子，它会把中间这样切一半，这个地方呢放到最前面，这个地方放在最后面，所以当你播完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再跑下去。好厉害！大家会开始把 shorts 的手法或演算法去拆。然后做比较多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有在尝试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做 short 已经做2年了嘛，那你有什么其他的心得是你觉得说成功做出一支 short 的要有的要素吗？我觉得他必须要放下一些事，放下一些事。对对对，与其你做一些事，我觉得你有时候要放下一些事。像我觉得放下一部分是你要放下声调，因为你会加速它。当你的影片加了 1.25、1.5 或者甚至到2倍的时候，你其实对于声音是那个曲调上上下下声音表演的部分是一点都不在意的，所以语气是没差，你根本听不太出来。那其实跟用 AI 来念，对，所以为什么这个男人太狠了，或者那些东西那么适合短影音，就是因为不需要。就大家在上面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然后我只要资讯就好了，给我资讯就好。就是过去我们会透过讲话的语调、语气或者是大小声来表达一些情绪，但我觉得在 short 上面，你的情绪是要用画面来表达的。好，那我想好奇是，你看到很多 YouTuber 都从原本的长片，他现在可能是转做 shorts，或者长片或者 shorts 一起做。对，那你觉得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做特别成功的？我觉得可以特别讲一个是他直接跨出去做的，就是百灵果的 Ken。你看他 podcast， 然后他们其实 YouTube 把这些东西全放上去也是很成功。那他个人都是在做日本美食，然后在讲，对，我有被推送过，蛮好看的，蛮好看的，他很强。其实就是他的拍摄是单纯的，但是他整体来讲，他把它处理的蛮好的，蛮到位的。他也把这样子的一些知识或者剪辑的一些心得，我觉得可能有用在他们的小的 clip 里面。对对，所以现在在百灵果的频道上面有非常非常多那种短的 clip， 访谈的 clip。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蛮厉害，值得我们学习的。最后想问自己的，就是因为目前看起来真的是每个人都在做 shorts， 然后每个人都说短影音很重要。那你觉得说这个风潮到底是一时的，还是说这就是一个未来趋势？它有遇到什么瓶颈吗？这个产业？我觉得它因为它已经发展了一阵子，所以它应该不会是一时的风潮。OK， 可是我可以讲说，我觉得它目前我们在制作上面有看到一些困境。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因为我是从创作者出发，我觉得创作者在短影音上面的获利是有限的，它比较难够导购。就如果你今天你要一个大企业无上限的去丢预算，它就是要转换率。对，那今天在 Shorts， 因为它的时间真的很短，然后按钮的一些界面等等，所以
它的导购行为没有发生的那么的强烈。然后这件事情我很好奇，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关系就是做的不好，所以我们有去查一些报告，然后我就发现经济学人之前就有提到说 TikTok 的美国用户他们在平台上面每花1个小时，他只会转换可能成0.31元的金流，那它其实只有脸书的1/3，然后是 IG 的1/5。所以这件事情对于创作者来说，你就可以想象他的收益会受到限制，他可能只能靠业配。今天你拿到100万的点阅、200万的点阅，他真的没有办法做到什么广告。然后因为它大部分是靠演算法，所以你也很难去控制这件事情。因为这样子，我们前面在做 YouTube 的时候，订阅这个频道，它是拥有了一个有点像是跟大家能够直接接触的社群管道，我就掌握到了这群人。可是如果在 TikTok 上面，我们会遇到的事情是，这个演算法就是80%以上都是随机，都是随机的，根本不知道你掌握哪。对对对，所以你真的能够直接联系到他吗？好像是个问号。所以我觉得这边也有限制。那我们现在目前在上面做的都是比较多认知型的广告，就是例如说这个活动它是各个年龄层都想要来的，有一个活动日期。例如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你就是要去就对了，因为我不用创造导购，我告诉你，但我不用你做任何事情。对对对，为什么我们的 Short 上面是贴片广告？最核心原因就是这个，因为那个东西你看到当下你就已经达成它的目标了。我刚刚讲到短影音比较难导购这件事情，可能 TikTok 他们有发现，所以我觉得 TikTok 它现在很有趣的是，它是原本以短起家，但它慢慢在把它的影片变长。有，我好像看到什么去年已经可以10分钟的影片。对对对对，它越来越长，所以它也开始推长片，甚至推直播去抢 YouTube 的市场。然后 YouTube 这些原本已经是影音平台的人，他们也开始往这边去靠近，所以它是一个短变长，对对对，然后长变短。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了。好啦，那今天时间不多，大概就简单的聊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是对于任何网络上面发生的事情啊，或者是对于短影音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然后最后呢，也想问大家，就是你平常会不会看短影音吗？一天花多久在看短影音呢？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短影音的风潮。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相关的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